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最近呢，一直都有同大家更新呢一個以巴衝突嘅相關資訊啦。咁成日都可能有聽到啦，就話人道物資啊入唔到去加沙地帶，點解會入唔到呢？咁而家呢，就同大家睇一睇啦。咁當中呢，最重要嘅一個關卡就係拉法嘅口岸啊。咁呢個口岸呢，係唔受以色列控制，而家就係加沙居民嘅一個生命線嚟噶。咁我哋就一齊睇一睇呢個拉法關口到底係咩一回事啦。根據聯合國嘅消息所指啊，埃及同加薩走廊南部嘅交界拉法關卡喺22號就已經正式開放啦。而今一日呢，就係救援車第一次進入到去加沙走廊啊。呢一支隊伍呢，係由20架卡車所組成嘅，當中巴勒斯坦嘅紅新月會就將接收咗嘅救命物資就送入去啦。但係原來聯合國嘅官員表示啊，加薩每日係最少要100架卡車嘅物資先可以滿足到當地嘅迫切需要，即係話而家係遠遠唔夠啦，只係得1/5啦，而且係每日要100架卡車。第二日仲有冇車入到去，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咁拉法關卡到底係啲乜嘢呢？拉法關卡就係加薩最南部嘅通道嘅一個關口嚟嘅，而呢一個關卡係同埃及西奈半島接壤。除咗拉法之外，進出加薩走廊仲有另外2個邊界關卡，一個就叫艾瑞斯，另一個就係卡倫沙龍。艾瑞斯係加薩北部同以色列嘅人員過境點啦，卡倫沙龍係加薩南部同以色列唯一嘅商業貨物樞紐。而家2個地方都關閉咗。咁當然啦，而家哈馬斯同以色列有一個咁強烈嘅衝突喺度，呢2個關卡係直接去以色列嘅，唔通佢哋會俾你啲難民直接去以色列咩？仲要以色列去救翻你哋，去俾埋錢你哋，俾埋地方你住咩？以色列而家咁強硬嘅態度，一定就唔會做呢一樣嘢噶啦。咁所以呢，就得翻呢一個拉法關卡。咁所以呢2個關卡關咗門之後，就變到拉法關卡係更為重要啊，因為而家係得翻呢一個關卡係唔受以色列控制，係可以等啲貨物自由出入啊。而其實上個禮拜啊，喺埃及嘅指揮之下呢，運送物資嘅國際援助飛機已經係降落咗喺西奈北端嘅阿里什機場，而呢啲卡車裝滿晒人道物資同埋燃料之後，只能夠喺埃及嘅拉法關卡外邊白等。咁呢個關卡邊個可以過，邊個唔能夠過？其實一般嚟講，都係由哈馬斯同埋埃及去做一個掌控噶。但係由於以色列就報復哈馬斯啦，就以空襲加沙嘅一個動作就影響到呢一個關口啦。咁根據之前新聞嘅報道啊，呢個關卡附近呢都有俾人轟炸過噶，所以個通關就已經係暫停啦。而根據翻埃及媒體所講啦，以色列喺9號、10號嘅空襲行動已經導致關卡兩邊嘅埃及仲有巴勒斯坦人員受傷，所以個關卡先至要關閉啊，而且係要做一個緊急維修，同埋難民呢，暫時嚟講都唔能夠經由呢一個關卡走到出去，而家就只能係物資送入去。去到12號啦，埃及就要求以色列停止喺拉法關卡附近進行轟炸，等呢個關卡可以成為加薩市民嘅救援生命線。而埃及方面就表示啦，除非能夠保證關卡工作人員嘅人身安全，如果唔係就唔會重啟關卡。咁點解呢？到而家為止係冇關卡願意放行嘅呢？咁原來哈馬斯自從喺2007年控制加薩走廊之後呢，以色列同埃及就對進出加薩嘅物品同人員設咗限制，就認為咁樣做呢，喺維護安全上邊有佢嘅必要性啊。以色列7號俾哈馬斯突襲完之後，9號就下令圍困加薩，聲稱唔會有電、食物同燃料，全部封鎖。咁就算埃及似乎準備好預備重新開啟翻拉法關卡，俾外國護照嘅持有人離開加薩啦，亦都係願意俾人道物資進入加薩，
但係埃及當局呢係擔心會有大批為咗要逃離戰爭嘅巴勒斯坦難民湧入去啊。咁開羅同時都擔心伊斯蘭武裝分子係有進入埃及嘅可能性，而且埃及同西奈半島嘅伊斯蘭武裝分子叛亂呢個問題已經存在緊接近10年㗎啦。咁如果而家再開翻你成班湧入去嘅話，你哋又好似以前咁樣搞震，咁其實埃及係得不償失㗎，即係做好事幫你去救你，結果搞到自己國家啊嘛。咁講翻正常嚟講，呢個拉法關卡一般要點樣先可以用得到呢？原來巴勒斯坦人啊，如果係想透過拉法去離開加薩，唔係一件咁簡單嘅事嚟㗎。如果你係巴勒斯坦人，係希望想通關嘅話，你要提前2到4個禮拜向巴勒斯坦地方單位進行登記。而巴勒斯坦或者埃及可以喺冇警告或者任何解釋情況之下，就駁回巴勒斯坦人嘅申請。而根據聯合國嘅數據統計，2023年嘅8月啊，離開加薩嘅申請個案入邊，埃及批准嘅數字就有19,608人啦，但係亦都有314個係被駁回嘅。咁其實有冇諗過點解埃及方面呢係會拒收巴勒斯坦嘅難民呢？咁原來背後亦都有佢歷史因素同政治考慮。咁第一啦，就歷史背景啦。咁巴勒斯坦人流亡呢係一個好長嘅問題嚟嘅。以色列喺1948年建國時期就同阿拉伯國家爆發戰爭嘅時候，估計有70萬嘅巴勒斯坦人喺目前嘅以色列國土俾人驅逐出境啦，亦即係巴勒斯坦人所叫嘅災難日啦。以色列喺1967年嘅6日戰爭入邊就攞咗約旦河西岸同加薩走廊之後，又有30萬嘅巴勒斯坦人逃亡啦，大部分呢都去咗約旦嗰度住。咁而家呢啲流亡嘅巴勒斯坦人同佢哋嘅後代將近有600萬人噶，大多數都住緊喺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黎巴嫩、敘利亞，仲有約旦嘅社區同難民營，亦都有唔少人啊流亡去到更加遠嘅波斯灣、阿拉伯國家或者西方。1948年以亞戰爭停止咗之後，以色列係拒絕巴勒斯坦嘅難民重返家園之後，一直都係拒絕巴勒斯坦人嘅要求，而佢哋講到啊，俾啲難民翻去作為和平協議嘅一部分嘅話，就會威脅到猶太人。埃及方面就驚會歷史重演，如果俾走出嚟嘅巴勒斯坦人大量湧入，最終佢哋會永遠留喺埃及啊！咁目前呢一場戰爭會點樣結束呢？暫時都未有太過清晰嘅方向。以色列就表明要摧毀哈馬斯啦，但係到而家為止都未有講到呢一個加薩走廊到底之後由邊個統治。但係美國方面就同以色列講啦，加薩走廊你唔好攞咗去，佢哋唔支持。咁其實而家已經有唔少人擔心以色列係會重新佔領加薩走廊。如果咁樣做嘅話，可能個衝突呢係有排打。而根據聯合國嘅資料，其實埃及都有一個經濟危機㗎。佢目前已經係接納咗大概900萬嘅難民同埋移民啊，包括今年逃離內戰嘅30萬蘇丹人啊，所以如果佢再接收埋呢啲巴勒斯坦人嘅話，佢哋嘅經濟可想而知啦。咁呢班人如果長期留喺度嘅話，咁都要做嘢噶嘛？你覺得會唔會影響到本地人嘅生計呢？咁好多阿拉伯國家同埋巴勒斯坦人都質疑啊，以色列可能就會利用呢一次嘅機會，令到當地嘅人口結構永久改變，然後重創巴勒斯坦要喺加薩走廊、約旦河西岸，同埋同樣喺1967年俾以色列奪走東耶路撒冷嘅建國嘅要求啦，即係話改變人口結構，你哋就俾佢慢慢同化咗啊！而埃及嘅總統亦都講到啦，如果係俾加薩走廊嘅巴勒斯坦人大量移出，個目的就係要消滅
巴勒斯坦人嘅大業。佢話呢個呢係佢哋區域最重要嘅一件事，即係佢講緊係巴勒斯坦人建國嘅呢件事。咁同時埃及其實都講過嘅，佢擔心加薩走廊嘅大量移民係會造成哈馬斯同其他巴勒斯坦嘅好戰分子進入埃及，咁可能會令到西奈半島嘅情勢更加唔穩定。而埃及軍方已經係同當地伊斯蘭主義嘅好戰分子戰爭咗好幾年嘅啦，同埋曾經係指控哈馬斯係支持呢啲伊斯蘭嘅戰士。咁自從哈馬斯喺2007年統治加薩走廊之後，埃及支持以色列對當地嘅封鎖行動，係有嚴格管控進入加薩嘅物資同埋平民進出。而另外埃及亦都有做一啲摧毀加薩走廊交界嘅地下隧道，而哈馬斯同埋其他嘅巴勒斯坦人其實就用緊呢啲地下隧道去做一啲走私貨物入去加薩嘅動作啦。而埃及方面其實最擔心呢，就係如果局勢進一步唔穩定嘅話，咁樣埃及同以色列就會有機會破壞咗1979年到而家嘅和平協議。如果巴勒斯坦嘅好戰分子進入埃及，西奈半島會唔會成為攻擊以色列嘅基地呢？到時以色列就話自己係有權自我防衛，到時可能攻擊埃及嘅領土啊，咁而佢哋曾經得到嘅和平呢，就會就咁消失啦。咁呢啲就係埃及方面擔心嘅嘢啦。咁主要就係驚你太多難民湧入嚟啦，我經濟搞唔掂。第二啦，治安問題。第三就係如果你哋當咗我埃及係一個反以色列嘅基地嘅話呢，咁到時我俾以色列打埋一份，咁點算啊？咁同時仲有你以色列就不斷想趕人過去，會唔會係改變咗當地嘅人口結構，令到加薩走廊進一步俾以色列蠶食呢？咁呢啲就係埃及方面所擔心嘅問題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咗一啲以巴衝突方面嘅周邊信息啦。咁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